ChatGPT 5.6 震撼来袭，这场发布会核心就两件事，一是5.6的新模型，另外一个是家族一次产品的大合并。GPT 5.6 一口气发布了3款，分别是旗舰、均衡以及走量模型。这个命名方式和 Anthropic 非常像。产品大合并是什么意思呢？从 ChatGPT APP 进去之后，把原本 ChatGPT 的对话窗口全部直接变成 Codex 的对话窗口。你以为我今天视频的主体是为了给你介绍 5.6 新模型吗？不是。我在尝试进行登录的时候呢，发现 ChatGPT 它需要海外手机号码验证。之前所有用邮箱注册的账号，又要使用 Codex 协作，都必须绑定接收验证码的海外手机号。往后监管的话，只会越来越严格。那很多观众也会问，不是有解码平台吗？解码平台是有，但是它一个平台也就是说手机号只能接一次，一旦绑定后，下次登录需要2次验证的时候怎么办？等于你这个号就不能使用了。如果你刚好那个号还开通了订阅，那你不是亏死了？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Siri， 以每个月 0.99 美元的极低成本，长期持有一个纯正的美国手机号，可以接收验证码。很多人对 Siri 这个名字呢不太熟悉，包括我自己。但如果提到它的母公司 NordVPN， 那相信很多人就有所耳闻。它作为全球知名的网络安全服务商，旗下的产品在稳定性方面或者是技术实力上还是比较有保障的。那这就让我们长期持有这个号码多一份安心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实操环节。开始之前有个小细节需要提醒一下，为了避免出现一些价格变动或者是后续验证方面的问题，全程挂着美国的节点环境来进行操作的。如果你不想遇到一些意外之外的麻烦，那建议保持美国节点来进行接下来的操作。另外，你需要准备一台支持 eSIM 卡的安卓手机，或者是海外版的 iPhone， 也就是美版 iPhone。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安卓手机支不支持 eSIM 的话，你可以借助以下这几个平台。那等下这个网站的话，我们会分享给各位的啊。那你需要去查看你的设备呢，是不是在它的这个列表当中。那包括这种形式的话，也是可以看一下自己设备支不支持 eSIM。页面下拉，我们来到通过 Siri 获取到电话号码。这里呢，它就是每个月 0.99 美元。你不要看上面的啊，上面的话它是提供套餐啊，套餐的话是有流量，就是说你买了这张 eSIM 卡的话，它可以在境外使用这个流量。那我们只需要它接收验证码就可以啊，不要买那个流量套餐。然后这里呢就可以看到通过 Siri 获取到电话号码。如果你是英文界面的话，在右上角可以切换成中文的啊。那我们就这边就了解更多。然后我们点击获取到电话号码。在这里呢，他说想要拨打电话或者收发短信，然后添加通话时长和短信，我们不需要添加，因为你平常发短信或者打电话根本用不到，我们只是为了登录到那个 ChatGPT 的应用当中，我们这边就选择就是不了，谢谢。在这个页面呢进行登录，可以使用 Google 账户或者是 Apple 账户。然后真正比较困难的在于选择付款方式，因为很多观众他没有 Google Pay 或者是 PayPal， 手上呢也没有 Visa 或 Mastercard， 但其实你想一想，你会没有吗？应该是有的。就算你今天没有的话，也可以根据我频道当中出的2期视频来进行到一个就是开通卡。特别像是 Bybit Card 目前仍然可以开通，地区一定要选择格鲁吉亚地区。如果有任何不懂的地方，可以观看我这一期影片。作为第一次开通的话，可以解锁120 USDT 的隐性奖励，它会在你每一次消费的时候呢进行返现。那第二个的话是 Bitget Card。Bitget Card 的话，因为 FAT24 已经暂停对中国大陆新用户的开卡，所以呢这张卡已经开不了了。但如果你此前有开过的话，今天就有投入使用的场景了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绑定一下我们的 Bybit 或者是 Bitget 的 Card， 然后进行到一个确认。然后这里呢有一个优惠券啊，优惠券的话，如果你一开始没有的话，稍等一下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一开始没有。如果一开始没有的话，它是 0.99 啊。那 0.99 的话，我们就这边点击一下优惠券，输入一下 SEVEN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同样也可以减免到今天就只收 0.89 美元，然后就一刀不到嘛，就我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。然后下次收费的话呢，就是 0.99 了。但下次收费的话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继续使用这个优惠码，就是优惠券代码啊。要等到下一次续费的时候呢，再去看了。大家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苹果 App Store 里面直接搜索 Siri 进行下载。苹果的国区的话也是可以下载的啊。那同样在这里呢，需要切换到美国的节点，不要忘记。
打开 APP 之后呢，第一步就是进行登录。那我们刚刚创建的账号登录成功之后，系统就会让你进行身份认证。没错，想要合规的拥有这个美国手机号 ，KYC 实名认证是必不可少的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就点击一下核验，然后呢点击到 Continue。在证件签发国家这里呢，我们就选择中国。验证方式的话有2项，身份证或者是护照。考虑到不是所有人手上都有护照，那这里呢就用身份证来进行验证。提交之后只需要等待一会儿，界面就会提示身份认证已经成功。那我们这边继续点击到 Continue。至于接下来的通知权限，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，允许或者拒绝都可以。到了这一步的话，你已经拥有了性价比非常高的美国手机号。接下来如何使用它接收到短信呢？这个就提到了我们视频开头跟大家说的，你需要准备一个海外版的 iPhone， 也就是美版 iPhone， 或者是能够支持 eSIM 的安卓手机。因为 Siri 它提供的这一个 eSIM 的号码啦，它并没有实体的 SIM 卡邮寄给你。如果你使用它，必须要满足这2个条件。点击安装，因为我没有海外版 iPhone， 所以只能使用安卓来给大家演示。你需要在安卓手机当中下载 XeSIM APP， 一定要选择在别的设备上进行安装 eSIM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点击到一个继续了。好，点击继续，这个时候会生成一个 eSIM 的二维码。需要一台安装到 XeSIM 的安卓手机去扫描这个二维码进行安装。接下来移步到手机端给大家进行操作，就不进行讲解了。随后就可以拿着我们这个手机号来进行登录 ChatGPT， 使用到 Codex 的协作功能，或者是体验 5.6 的新模型。在这里呢，新模型的话是相较于任何一个模型都是更加节省我们的 token 数量的，并且它 token 的话也已经重置掉了，然后它现在是每周的消耗。不过运行大的就是你要让它给你做更多的事情的话 ，token 消耗量还是比较多的。好，我们抛开这个话题啊。那刚刚说了，它是每个月会扣 0.99 刀，那可以取消订阅吗？可以的。取消订阅的话，就需要在 City 里面打开 APP， 然后选择我们的 Ultra 套餐或者是订阅的页面。那通常在你的个人账户，然后或者是订阅里找到相关的选项进行取消就可以了。这是关于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。